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换了个背景，在澳大利亚，人民最可恨的动物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么可爱的兔子。原本在澳洲大陆是没有兔子，有个吃饱没事做的商人从英国带了20几只欧洲兔，没想到澳大利亚的气候适宜，环境优美。又没有天敌，简直就是兔子的天堂。几十年后，这20几只兔子变成了110只，几乎要把澳大利亚啃成荒漠化，整个生态几乎要被啃灭了。后来不得已，当地的政府动用了细菌战，才暂时的得到一定的缓解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能随便放生，不管它有多么可爱，多么无害，伤害到花花草草也不好。在我家，在这个家有它没我，有我没它。那你要去哪里？你这个不孝子！于是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这就是小黑现在的样子。其实，在当天晚上，我跟卖家已经商量好了，我原本打算是寄回去给他们杀完再寄回给了我。但是第二天我发现快递是不能寄活物的，我也百度查了，确实是有规定不可以寄活物。于是我就抱着它一筹莫展的时候去一个小饭店吃饭，刚好老板娘聊起了这件事。后面老板娘说，7、8斤的毒蛇她都杀过，何况这样的小蛇。然后当天中午我才把视频上传下去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，这世上已经没有小黑了。其实我这购买的是肉蛇，由于饲养的环境，就算它本身没有毒，但是它还是富有攻击性。因为它不亲人，咬人的话还是会很痛的，所以说让我收养的话真的不实际，而且我还要顾虑到我家人的感情。但是这件事之后，让我整个人生对蛇有了充分的改观。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去养那些蛇的宠物了，因为这个蛇真的是越看越可爱，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吧。太过分了，我要取关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哇！等一下，你还要取关吗？再等一下，我无意中伤害了大家的感情，我也道歉。我今天提前拟妆了，其实我不想拟妆，是怕吓到你。讨厌。风伴着黎明的歌声，敲响无名的河钟，谁也不灭的灯，那颗心在闪烁，挣脱黑暗的落寞，不敢说。另外还有很多小伙伴教我怎么杀蛇，其实我也知道怎么杀，问题是下不了手。于是为了纪念他，我决定为他发明一道美食。哥。